11月，一时心血来潮，租下了这个院子，准备开春来做饭季。周末可以带着家人过来度假，可又因为种种原因，一直到了夏天才得以再次见到它。院门已经不见了，常年无人打理，也已长满了芳草，树上结满了柚果，但是满地的荒草却让我无处落脚，还给我留了一堆搬也搬不动的石头。这里居然还有个水缸，留着以后用吧。窗户都没了，门上居然还挂了把锁，自欺欺人呀！屋里采光太差了，门窗肯定要换了，地面也不平整。现在看来一共有3个屋子，进屋感觉进了垃圾堆一样，顶棚也塌了。看着墙上的报纸，时间还停留在1989年。唉，我怎么有种上了当的感觉呀？慢慢来吧，期待你的变化。既然来了，先去买点趁手的家伙，把草给铲了。这地上呀都是石头，草都长在石头缝里边了，太好沉。幸亏我这工具买对了。哎，这心里正美着呢，事儿不就来了吗？谁能想到这刚买的锄头，特地还买的钢筋焊接的，刚干了没2分钟，头折了，我真没脾气了，我这妥妥的奸商无疑嘛。几十公里的距离也没办法去换了，算了，先这样。换铁锹试试，铲了几下，发现这铁锹也不顺手啊。专业的事儿还得专业的工具，工具收拾起来，明天再说吧。还想着给自己在这边先找个住的地方，天天往返200多公里，成本也太高了。明天过来路上买个趁手的工具，争取一天弄完了。今儿这个呀，起了个大早，赶了个晚集，这到地儿了都快中午了。早上一出来的时候就想着买个工具啊，能干得轻松点儿。我说这整个电动除草机不挺好的吗？这不轻松又愉快。你说为什么这人是高级动物呀？因为人善用工具呀，善用高级工具。但万万没想到呀，实现起来太困难了。我这一口气跑了4、5个五金店，这最便宜的除草机2000多，还是算了吧。有这钱我还不如买个羊放院里呢，3、4天也能把草给吃完了。但是就怕这羊还没吃完草呢，我忍不住把羊给吃了。算了，踏踏实实拿镰刀慢慢割吧。今儿长记性了呀，这镰刀咱一下买2把，坏了1把才有的换。我拿着镰刀3下5除2的开始干，这割了一会儿发现还是不行，一直蹲着受不了，草还没割完呢，人累废了。我一想这磨刀不误砍柴工，把昨天坏了的锄头把跟这个镰刀呀接上，咱站着干，这不就轻松多了吗？说这个郊区啊，这2天天气变化太快，昨天还30度呢，今天16度了，一到地儿。但这干一会儿呀，还是不行，滋滋冒汗。索性把外套脱了，把这个水管打开，洗洗脸再接着干吧。这衣服脱了也凉快了，
这不得不说这郊区是真好啊，大夏天的都有嗖嗖小凉风。这正干着呢，约的换窗户的师傅来了，我先跟师傅聊聊想法吧。这毕竟几十年的老房子了，窗户呀、门框呀都变形了，这换窗户有难度啊。我这个先跟师傅来一波有力的交流，明天再继续吧。今天要把这个院子里边树都给卸了，这活自己是真整不了，请了个外援，带着油锯就过来帮我来了，还告诉我这个哪能借着除草机。我一听这太高兴了呀，马不停蹄的就去把除草机给借回来了。我走这前后没有20分钟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这最高的一棵树呀都剩一半了，还是有人帮忙，效率高啊。这除草机是拉线打火的，咱也没用过呀，开关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我也是跟这个不带脑子似的，也不知道问问怎么开怎么用。拿着除草机在那哐哐的拉了20多分钟也没打着，这多亏大爷卸除一半看见了，过来救我一下，要不我这半天就得跟这除草机较劲了。这玩意效率是高啊，昨天我累个半死才割了不到一半，今天这一上机械化工具，不到1个小时就把活给干完了。弄完草，接着和大爷一块卸树吧。这不卸树过程当中就发现惊喜了吗？本来就打算留着一棵李子树呢，后来发现这棵杏树上边已经长满青杏，开始的时候没看到，现在这树都锯了一点了。现在看见这个杏了呀，说不锯这个树了，留着应该还能活。我拍个杏看看啊，这都长这么大了，这青杏上面全都是。这不树都弄完了吗？收拾收拾，也到中午了。大爷骑着3轮车帮我把不要的东西都拉走。中午正好，大爷家蹭个饭去，下午继续。算了，咱这不能跟狗一般见识呀。吃完饭休息一会儿，大爷接着和我回去把剩下的都弄完。上午卸的树呀都给锯成小段了，过来先帮大爷把车给装上，准备拉回家烧火。大的装完了，还有一堆干树枝呢。正好邻居家年纪大了，烧火弄柴火费劲，大爷几下就把这个干树枝给打合好了，给邻居家送过来，够他们用几天的了。大爷把那个柴火送回家之后呀，回来发现我这个上午除的草还不行，又拿这个除草机新来了一遍。我是干不动了，天太热了，出去买点水，回来歇会儿再干。大爷也累了，这我发现不经常干活是不行，体力太差了。活没干多少，我这好几瓶水下肚了，晚上回去还得多吃点肉补补。这歇也歇够了，继续把草都铲到车上吧，一会儿都拉走。干了半天，这终于都弄完了。大爷把草扔了之后，我就直接回去，越来越期待入住了。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啊！这昨天下午去木材厂订了防腐木和竹排，今天一过来，先把临街的墙给拆开，材料都到了之后就可以做门了，顺便把大门的位置也换一下。这次换到临街的位置，进出就更方便了。为了拆这堵墙，特意去买了电锤，结果发现根本用不上。墙是用老城砖和石头垒的，空气填的都是泥，徒手就能拆下来。之前垒墙时应该是怕雨水把泥冲掉了，墙头上放了好多瓦片来挡水，正好先留下来，以后改造的过程当中没准能用得到。别看是土墙，
但是拆起来也是个力气活呀。拆完里边这一层，发现外边是水泥砌的，足足有5公分厚，拆起来就不是那么容易了。我是里外开工，掰不下来的地方就用脚踹，现在想想好像是不太机灵啊。电锤买了都不知道用，墙拆成这样，从外往里看，我好像发现了这个院里边最美的风景。以后在这个角度弄一个画框吧。终于开了个大口，先把里边的石头清理一下，别到中午了洗洗脸。这土墙是好拆，但是拆完了跟泥人一样，下午再继续。休息了一会儿，又赶紧回来继续拆墙了。无论如何，今天要把门的位置拆出来，一会儿送货的师傅就到了，从那儿卸货更方便点。不过这明显感觉到下午的体力已经跟不上了，看来还是缺乏锻炼呀。正好改造的过程就当锻炼了。下午刚开始干一会儿，之前帮我的大爷从门口路过，看见我正干活呢，说我连个工具都没有，这得干到什么时候去？说完大爷就走了，没想到一会儿大爷推着独轮车带着铁镐就过来帮我来了，瞬间效率就提升了3倍。大爷真是老当益壮，干起活来一个人顶我2个。有了大爷的加入，根本没有希望干完的活不到2个小时就弄完了。我的师傅就来了，说来也巧，正愁怎么搬进去，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在附近，我说让他赶过来帮我卸货，后面就用这些木头和竹片来让老房子焕然一新吧。今天早上一过来，发现地上有一大滩水。虽然天气预报说了今天有雨，但是这也还没开始下呢呀，而且别的地方也都是干的。我还以为来了意外惊喜，给我整了个全眼呢，赶紧叫来大爷帮我看看。我们俩拿着铁锹就开始往下挖。旁边是之前的一棵枣树，虽然树已经锯掉了。
今天中午趁着师傅们去吃午饭的时间，给院子里的树修整一下。干这种活我还是有一定专业性的，毕竟是学农业出身的。但是这棵李子树常年没有打理，树枝已经长得太高了，严重影响了果实的产量。成熟了也不好采摘，树形也不好看了。修剪李子树一定要从幼期开始，幼期生长速度是比较快的，容易长出过强的枝条，一定要清剪、摘心磨芽，促使李子树保持更好的树形。结果期修剪扩大树冠，增加结果枝。修剪的时候要将它的骨干给截短，修剪过密的枝条，让整体树形变得更好。但是我这棵树现在调整树形已经有点晚了，一个是树龄比较大，枝干长得太粗了，季节也不对，树枝太脆。不过还是试试吧，简单的增加点重量，调整一下枝条的方向。时间有的是，一点点的来矫正，用几年的时间来调整这棵树的姿态，在尽量不破坏树干的前提下，把树枝压到横向生长，争取来年能整个大丰收。我想应该是没有一个男人能拒绝挖掘机的诱惑。早上7点，刚满月的挖掘机就出来干活了，给村里的老少爷们们都吸引过来了。等了2天，改上下水的师傅终于来了。到了第一件事，先帮我把漏水的主管道修一下。坏了的这个水管是村里的供水主管道，从院里穿过去的。本来这个活应该是村里边的水管员来维修，但是我实在不能等了，房子太老了，漏水的位置就在房子前边，等村里边派人来修，一级级的上报，还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修好。给改上下水的师傅加点工资吧，自己来修。用了1上午的时间，终于换好了漏水的主管道。下午开始改屋里的供排水，挖3段式化粪池，一直干到晚上7点多，整整1天呀，给刚满月的小挖掘机累坏了。看看我这个巨可爱的蓝绿色的树。今天早上一过来，看见请的大工师傅已经开始砌化粪池了。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，发现没有什么能搭得上手的地方，还是进屋想想房顶怎么弄吧。防腐木买来也好几天了，还没开始行动呢。这现在开始动了，发现不是预想的那么简单。房顶的挑高太低了，不想牺牲太多房顶的高度，所以找平比较费劲。试了半天，还是在房顶上加木方找平比较容易，立马行动起来。但总是想的很简单，实操效率却很差。
大鹏师傅的化粪池都砌完了，一起也做好了回填。我找平才做了一点儿，算了，先给回填部分浇点水去吧，准备明天给化粪池打阶层。昨天没发视频，这个一个是因为工作进行的太慢了，这2天出了点成品，拍个视频看看。这边的墙都已经抹上了，这个屋是留着做卫生间了。终于这个房现在像点样了吧，比刚开始的时候强太多了。今天真是充实又充满惊喜的一天。早上看天气特别好，就骑着小踏板出来了。一路上晴空万里，到了小院之后，师傅们都已经开始干活了。我虽然没有把墙抹平的技术，但是夯地这种体力活动还是没问题的。拿着工具就操练起来，这个确实还挺累的。不是什么技术工种，但是挺有耐力。木墩有个20-30斤吧。夯了半间屋子，我这胳膊就抬不起来了，歇一会儿干一会儿，也算是弄个差不多了。地弄完了，叫师傅进来和我一起给房顶贴木条。房顶的高度参差不齐，还是找平比较费劲。找平之后呢，就容易多了。我有点恐高症，站在脚手架上腿都打哆嗦。为了改造的进度能快一些啊，硬着头皮也得上去干。正好今天做窗户的师傅也带着材料来了，窗框先做了一圈方钢骨架。老房子有些下沉了，每个窗户的高度都不一样，做一圈骨架来找平，这样也能给房梁起到一些承重的作用。骨架做完了，就可以按照尺寸来定制窗户了。下午干完活，骑着小摩托在村里边逛逛，看到村边有一大片田地，加上远处的山和蓝天，有种云南小镇。这2天视频拍得比较慢，好多活都是在室外，又赶上1天的高温，手机放到外边几分钟就不工作了，但是人还得坚持继续干呀。今天泥工师傅来了，我到了之后先开始抠墙缝，把之前的白灰和泥都抠出来，重新用水泥勾缝，增加一下强度，这样老房子也能更结实点。顶着大太阳弄，这正干着呢，屁股还被小蜜蜂蛰了一下。好家伙，这跑我身上采蜂蜜来了，这整的想歇会儿都没法坐着了。我弄得差不多了，泥工师傅就开始修整窗台勾缝。这个老房子改造起来和盖新房差不多了，为了能更加坚固，基本每块砖都要拆下来重新填水泥砂浆。房子前的旧烟囱都没拆，虽然屋里不用了，但是有一边的烟囱是和邻居家的靠在一起的，我这个要是拆了，邻居的肯定也会倒了，索性就2个都留下吧。我和泥工师傅在外边干，屋里师傅们继续吊顶了。房顶高低差太大，好多地方都是土坯，进度也快不了。不过好在经过3天的努力，终于是把房顶弄得差不多了，后续再打磨喷漆吧。师傅们先干着，我出去采购改电的材料。明天师傅们打磨房梁，我准备开槽改电了，距离入住终于又近了一步。
弄了好几天，顶子终于是弄完了。800块钱租的小院儿，现在终于有点样了。今天开始打磨房梁，做喷漆前的准备工作。房梁上油烟太重了，打磨掉一层都看不见木头原来的颜色。用角磨机装上砂纸磨片，一层层的往下蹭。幸亏这2天天气还凉快点，要不都在身上和泥了。这刚开始磨一会儿，发现房梁上都是钉子和贴的报纸，磨片一碰到钉子就坏，打到报纸上还半天磨不掉。钉子都是半截的，又赶紧找出钉子。报纸处理起来就简单多了。这还得说我有先见之明呀，提前买了喷枪，本来是准备烤串引炭用的，这下就派上用场了。拿来喷枪烧一下表层，报纸都碳化之后，拿扫把扫一下就行了。弄完之后继续开始打磨，早上7点开始。小院开始改造也有半个月了，今天师傅们休息一天，自己改下电路。小院我是准备常住的，虽然没有什么大功率电器，但是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全屋买了6平方的线。先把电闸箱里的漏电保护器和空气开关接好。电工这个咱们不是专业的，但是打小就喜欢折腾电路，样子做得不好看，实用就行了。弄完电闸箱，到了屋里开槽穿线管，一个人弄也没法浇水，粉尘太大，没一会儿又成泥人了。但是有了昨天的前车之鉴，今天带了身衣服，先把衣服换了再继续干。墙上的线槽开完了，在地上再挖一道槽，主线准备走地下。给线穿管还真是个麻烦事儿，线太粗了不好穿，接支线也费劲。还好忙活了一天，终于是弄完了。今天一整天都在给房顶喷漆，视频只记录了一小段，不能再继续拍了。手机放在那儿，一小会儿就被清漆给糊满了。
挖洞挖出来个窖来，这些土呀还得拉回来给它都填上。这还挺深的，这个挖出这坨土来不一定能填得上。这个拍着看不出来，这个窖得有个5米多长，太大了，拉出那些土都得拉回来重新弄了。今天找了一个大挖掘机，准备在院子里给女儿挖一个游泳池，旁边再做一个沙坑。最近小朋友迷恋上了玩沙子，正好现在院子里地方大，做一个女儿专属的泳池沙滩。改造好了之后可以随时过来玩。挖的过程当中还发现惊喜了，在我选好泳池位置的下边挖出了一个储藏窖。问了村里的老人，说有40多年了，还是当初盖房的时候现任房主的父亲挖的，可惜提前不知道，被挖机挖透了，不能再使用。储藏窖大概有5米长3米深，我又赶紧给拉土的师傅打电话，把倾走的土都拉回来填上。挖机顺便把院子里平整了一遍，明天泥工师傅来了就可以先起游泳池了，往后再做窗前的地面硬化。前后历经3天，泳池的大体框架终于成型了。我提前从网上订了泳池的扶手过滤一体设备，所以在做泳池的时候就不用考虑留过滤孔这些了，只需要做好地基和防水。这几天经常下雨，一直怕夯好的地面会下沉，加大了水泥和钢筋的用量。泳池也没做得太深，后续更多还是小朋友玩。泳池入口的位置留了1.1米的高度，其余地方留了1.5米，蓄水高度预计是70厘米左右，小朋友玩起来更安全。周边高一点也不怕不注意掉进去。主体弄得差不多了，先阴干几天，等水泥干透之后再刷防水漆、贴砖。明天先把房前打个凉台，下午还得抓紧找个地方去弄个水泥搅拌罐，这样效率也能高一些。开始拿到这个院子到现在有1个月的时间了，小院终于有了明显的变化，房子不再四处漏风，也没有满地杂草了。今天一过来，木工师傅已经把2扇门都做好了，想着自己给木门做一下熏黑，熏黑完成后打磨一遍，刷木蜡油。这2扇门一定要保护好了，费尽千辛万苦找到的木料，木工师傅耗时5天才做完，一遍遍的打磨、喷漆，
木门变化确实挺大的，房子整体感觉也更大了。改造的这1个月过程中，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小院动工前，我看了很多博主的改造视频，他们在公布改造成本的时候，只用了3、4万就改造完成了，所以我开始的预算也很低。但是实际实施起来后，不得不一次次的提升预算，现在进度也就进行了一半，感觉花销已经够别的博主改造2个院子了。难道是北京的物价太高了吗？小院儿这回终于是有院门了，上午当泥工，下午当木工。早上过来先把2棵树的花墙砌上了，以后可以坐在树下乘凉。活是挺好干的，也不用特意找平，只要牢固就行。就是树底下蚊子有点多，细提了一身包。上午太热了，下午做院门的时候换了身凉快的衣服，穿个背心儿，结果一下午的时间，整个后背都晒脱皮了。现在是理解了师傅们都穿长袖的原因。改造这1个月，整个人晒黑了好几圈。做院门的时候，开始是准备用竹排绑在一起，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，2扇门都做好了，一装上发现太沉了，根本推不动，又赶紧返工，把竹排都拆成片，做个薄点的门，开关起来就不费劲了。做完了，先用铁丝把门固定上。过几天再找个电焊师傅过来焊个门轴，到时候开关就省力了。
天真是要热死了，太阳暴晒，给我整个胳膊都晒脱了一层皮。但是师傅们都顶着太阳在干活呢，我也不能停呀。计划在院子里边单独圈出一块地来，铺上红砖，放点露营设备，以后能坐在院子里边乘凉。趁着师傅们做围栏的时间，我先把大门打磨一下。都是竹条做的，太扎手了，先打磨一下用几天，等钉的钢材到了，做一个门框就好用了。不到2个小时，围栏就做好了。正好我这边也打磨的差不多了，赶紧过去铺红砖。本来我就是个2把刀，地面还不平，铺出来的坑坑洼洼，一直在返工，干了一会儿顶不住了，跟师傅借了个草帽，又找了个小板凳。师傅帮我推砖，我得自己尝试着弄，就是速度慢，一直弄到下午6点多才弄完。这活确实没有开始想象的那么简单，别看就只是用砖在地上小铺平了，还真是不容易。第2天一早到了，先在砖上撒一层沙子，把砖缝填一下。什么事都是想着容易，干起来还真是费劲。撒沙子，把沙子扫到缝里，浇水让沙子沉淀一下，再继续撒，继续填缝，一遍遍的重复。我又整整干了1天呀，终于是弄完了，也算是达到预期效果了吧。过几天订的装备到了，赶紧放上试试。我已经干重复4天了，这件事还要从我想给闺女做个泳池说起，请了挖掘机和泥工师傅帮我挖好了坑，还砌好了外围。我想着剩下的事儿不就简单了吗？自己动手弄了。刷防水涂料很简单呀，一共刷3遍，每隔半个小时刷1次。结果我的白鞋就变成蓝色的了，这个我忍了，毕竟还省了工费了。下一步就该贴马赛克砖了吧？这一等就是5天，到现在我都还没贴上。刷完防水涂料的第2池里的积水弄出来，想着1天晒干了就能贴砖了。结果这倒好，隔1天下1天雨，晴天我就去往出弄水，可惜了我的才华了，无处安放。不过还是有好消息的，我种的萝卜都长上来了，小苗都有7、8公分高了，冬天的泡菜有着落了。院子里我撒的草籽也长出来了，处处都是生机盎然呀。泳池终于开始内部施工了，但是咋和我想象的不一样呢？开始我觉得2天肯定能弄完了，真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呀。贴马赛克砖，师傅之前没弄过，只能摸索着来。我订了20平的砖，5袋胶泥，胶泥是按照商家的比例多买了1袋的，结果贴的过程中发现胶泥不够用了。这时候等快递也来不及了，我又赶紧跑出去买，找了好多地方都没有，不过好在还是买到了。师傅在前面贴砖，我在后边揭掉牛皮纸。这时候就发现了，第1次贴砖的时候，砖缝没有被胶泥填满，只能后续再用胶泥填缝。这个工作当然也是我来做了，填缝还是挺容易的，但是填缝过程中弄在外边的胶泥处理起来就太复杂了。师傅一边贴砖，我一边填缝，用了2天时间，终于把我买的20平的砖都贴上了。这时候又发现买少了，只能让师傅先停工了，又赶紧从之前的商家那订了新的砖，估计要等3、4天才能到了。趁着等待的这几天，我得赶紧把棚填好，然后都打磨出来。之前看了网上各路大神的河流桌，一直也想自己试试。最近1个月工作都比较忙，也没时间到小院来。但是做河流桌这件事呢，却一直没忘，所以提前从网上订好了材料。这2天终于闲下来了，订的快递也都到了，拉着材料我就兴致冲冲地跑过来。看了这么长时间的制作攻略，自己觉得已经胸有成竹了，他们踩的坑肯定都能避开。到了之后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干。木板钉的是一块2米长的整板，准备做一个1.6米长70宽的桌子。掀开木板，这之前改造小院时的工具都派上用场了，
榆木板裁成合适的长度，再一分为二，有树皮的地方用砂纸都打磨掉。就这打磨树皮，开始用的砂纸目数太高了，用了20多张砂纸根本没什么效果。又换了个磨头，总算是都弄完了。木板擦干净了，拿到屋里边，下边用之前剩下的 PC 板当底板，我又裁了2块木条当侧板，开始打胶堵缝。看了别人的制作过程，发现这步才是最关键的，搞不好就容易翻车。看的时候就想说，他们那个漏呀，就是胶不行。我自信满满的买了黑色的玻璃胶，一管都给打上了。我想着这肯定不能漏了呀，这玻璃胶得10多个小时才能干呢。收拾收拾先回家，明天再过来继续弄。美得得的我就回家了。第二天起个大早就过来，想着我这打的玻璃胶根本就不用检查漏不漏，直接开始兑树脂胶，2比1的比例，上来先兑6公斤的，马上就要开始踩第一个坑了。这玩意儿咱是万也没想到，树脂胶是透明的，要想改色肯定得兑色精。我看了几10个制作攻略，就没有在这步出问题的，大不了就是颜色深浅，这还能调。但我从拼夕夕上买的这色精，买了蓝色和宝石蓝的，瓶里装着没问题，弄手上也是蓝色的，兑到胶里就变成红色的了。我就不信这个邪呀，不变蓝咱就多兑，2瓶色精倒进去了，越兑越红。我想着算了吧，6公斤的胶呢，红色的也能用。我这是海底岩浆，不管颜色了，直接倒进去，先打个底儿再说。这就遇到第2个坑了，我最有自信的玻璃胶，自以为根本不会漏的玻璃胶，结果比任何人漏的都多。我兑的这些树脂胶一滴没剩，全漏了。谁能想到这玻璃胶和树脂胶一接触，玻璃胶都化了呀？我他妈人都傻了，胶流了一地，这也没有补救的可能了呀，全都拆掉，木板都拿到外边，树脂胶也全都弄掉，打的玻璃胶也抠掉，把木板整体剥掉一层，全都恢复原状，重新来吧。这恢复原状的过程中，手上还弄了好几个口子。我这一看，今天也没心情再重新做了，收拾收拾回家，纸上谈兵了1个月，一时间全完蛋。调整心情，明天继续。这东西也太多了，看我特异功能，瞬间移动，3下5除2就把屋里清空了。然后请除了跟随我征战5年的吸尘器，夸夸的我就是一顿吸呀！看看我这个胳膊，2月晒成2色了。这时候发现没带墩布呀，找了块麻布，吭哧吭哧的用手擦吧。地也擦完了，把床板搬进来，下边贴上防滑垫。床板摆好了，把床垫搬进来放好，赶紧躺上休息会，太舒服了，不能留恋休息呀！赶紧起来把床头柜拼上，小零件还挺多，可惜没有手电钻，要不拧螺丝就轻松多了。有了第1个的经验，拼第2个的时候特别的得心应手呀，没几下就弄好了。再拼装个简易衣帽架，这个东西很实用啊，省得一进屋衣服只能扔在床上。这时候想起来还有个摇椅呢，趁
趁夜打铁，一口气都弄完吧。床前边再铺个地毯，生活美滋滋呀。终于是都搞好了，外边还在下着雨，把摇椅搬到窗前，躺上休息一会儿，巴适的很。2个多月了，终于有一间可以租的卧室了。关注我后，继续精彩的改造日记。